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烟火味厨房。红烧肉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美食，但是在家里面总是做不出饭店的味道。接下来我就把最家常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一块五花肉，切成2公分左右的小方块，也是根据自己的喜好，喜欢吃肥一点的我们就准备肥一点的五花肉，我家小孩喜欢吃瘦一点的，今天就准备了一块比较瘦一点的。五花肉一定要提前把猪毛烫一下，然后再清洗干净。五花肉的处理方式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有介绍，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均匀的小块，放在盘中备用。接着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葱，首先把葱白切成小长段，一小块脆皮的老姜切成薄片。做红烧肉，葱和姜我们要稍微的多准备一些。接下来准备2个八角，一小把干辣椒，然后再加入2片香叶。做红烧肉的香料也不需要太多，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往锅中加入20克左右的白糖，我们要提前炒个糖色，像视频中这样慢慢的翻炒，把白糖炒至融化，整个过程大约在2分钟左右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白糖慢慢的变成了枣红色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火关掉，令锅中的余温，炒制成视频中这样大泡变小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糖色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往锅中加入1碗温水，炒红烧肉的糖色不需要太老，不然的话颜色会发黑。开大火使糖色和温水完全的融合一起，这个时候的糖色颜色红亮。平常我们也可以来做红烧猪脚，或者是做卤菜都可以。另起锅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接下来把五花肉放在锅中。今天的五花肉不需要焯水，像视频中这样慢慢的炒出油脂。炒五花肉我们要开小火慢慢的煸炒，因为五花肉的表面有水分，我们一定要像视频中这样不停的翻炒，充分的把表面的水分炒干，炒出香味，从而炒出多余的油脂。平常我们在饭店一般都是用油炸的方式，如果我们自己在家做，油太多，那样操作起来也不方便。如果喜欢吃肥一点的，我们炒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也不需要炒太干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锅里面的五花肉慢慢的炒出了油脂，五花肉的表面也变得微微的金黄，炒制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这个时候的五花肉也不是很干，吃起来也不是很油腻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鹌鹑蛋放在锅中，我们要把鹌鹑蛋稍微的炸一下，这样吃起来会更香，而且没有腥味。全程开小火慢慢的炸制，把表面的水分炸干，炸出香味。炸制成视频中这样，我们就控干油分，捞出来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2个青线椒和红线椒，把它们切成大约1公分左右的小长段，全部切好放在盘中。准备小把脆皮的大蒜，切成小颗粒。俗话说吃肉不吃蒜，营养少一半。把切好的蒜子放在青红椒一起备用。另起锅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接下来把切好的葱姜放在锅中，把葱姜炒出香味。接下来把炒好的五花肉也倒在锅中，
稍微的翻炒几下，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除五花肉里面的腥味。炒好的糖色也加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，使五花肉和糖色完全的融合一起。做红烧肉，我们一定要加入啤酒，啤酒可以去腥解油腻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香料也倒在锅中，然后再加入1大碗的温水，接着加入小半勺的生抽酱油，少许的蚝油提鲜。开大火把锅里面的汤汁煮开，接着加入1大勺的食盐调味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把红烧肉倒在高压锅里面，没有高压锅也可以用电饭锅。扣上锅盖，上气开始计时，大约在7到8分钟左右。红烧肉要好吃，我们一定要把它们煮至软烂，这样吃起来才更加的入味。五花肉比较容易熟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打开锅盖看一下，用筷子能够轻松的插入，证明现在的红烧肉已经完全的软烂了。里面的一些香料、葱姜我们就直接挑选出来，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成品的美观。接着再次把红烧肉放在锅中，鹌鹑蛋以及配菜全部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。加入少许的水淀粉，搞上薄薄的芡汁，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红烧肉就这样做好了。里面加入了鹌鹑蛋，也是小孩子们特别喜欢吃的。红烧肉学会这样做，颜色红亮，软烂入味，好吃不油腻。不管是作为家常菜，还是用来招待客人，都非常的有面子。饭店一盘至少要58，如果自己在家做，成本才需要10多块钱。主要是自己在家做干净还卫生。如果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另外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